听民间故事，品百味人生，欢迎收看老李故事会，记得点关注啊！光明村村长冯永大家里的大狼狗突然间被人害死了。早晨的时候，这条不可一世的大狼狗还汪汪汪的率领着全村形形色色的狗们叫个山响，等到中午的时候却口吐白沫，四肢抽筋，缩成一团，疼痛难忍，没过一会儿的功夫就没气了，害得村长冯永大的媳妇叶青青痛哭流涕，边哭边骂：谁他妈的缺了8辈子得了，把我家狗给毒死了，要是让我知道的话，非扒了他的皮不可。村长冯永大却显得挺大度的，冲着围观的村民说：都散开吧，没啥好看的，不就死条狗吗？话虽这么说，可村民们谁也不离开，谁也不敢离开。这个时候一旦离开了，村长的媳妇叶青青还不得怀疑到自己的头上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多愁善感的娘们还陪着叶青青一块落下了伤心的泪，比死了亲爹亲娘还悲痛。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光明村，谁不知道治安靠狗，宣传靠吼，交通靠走。全村100户人家，家家户户都养狗，看家护院，撑腰壮胆，全都靠狗。若是一条不起眼的狗死了就死了，可这条狗却不一般。2个月前，也不知道谁起的高调，要在村里举行一次比狗大赛，却得到了全村人的一致赞同，家家户户都领着心爱的狗来到了露天的球场上互相比试着。村长家过去那条大灰狗样子挺中看，但就是性情太温顺，没用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弄得村长冯永大和媳妇叶青青好没面子。这场比狗大赛，谁也没有想到，鬼头鬼脑的张小柱不知从哪牵回家一条大狼狗，过5关斩6将，把全村的狗都掐得四处逃窜。村长2口子望着那条大狼狗就直眼馋，恨不得把张小柱这小子给吃了。村长冯永大就恨恨地想，这小子还惦记着要当村委会会计里，我让他惦记一辈子也惦记不上。村长的媳妇叶青青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好你个张小柱，胆敢让你的狗咬得我家的狗四处逃窜，到时候我非把你咬得有皮没毛不可。就在2口子恨之入骨的时候，张小柱牵着那条赢得全村冠军的大狼狗来到村长冯永大家里，面带微笑地说：村长，这条狗是从城里当局长的表叔那里弄来的，我们家实在承受不起，太厉害了，动不动就把人给咬了，你若是不嫌弃的话，就送给你吧。村长冯永大和夫人叶青青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这条狗真就得配他村长家养，别人谁能养这么厉害的狗呢？于是就欣然接受了，连连感谢张小柱。村长冯永大处事比较圆滑，忙说：我白要你的狗哪成啊？那就用我们家这条狗跟你换吧，恭敬不如从命，这样也好。张小柱就牵着村长家那条极温顺的狗美滋滋的回家了。张小柱送给村长家的那条大狼狗真的很厉害，除了家人不咬之外，外人不管是谁全都不敢靠前，没过1个月就一连咬伤了好几个人，害得村里人全都望狗生畏。这条狗就成了村里的霸王狗，谁也不敢惹。这条狗到了村长冯永大家里后，可派上了大用场。村长的媳妇叶青青借着丈夫当村长的光，没时没晌的跑保险。光明村是个大村，全村一共有8个自然屯，相距都挺远。村长的媳妇叶青青一跑就是一整天。干保险的营生得有人脉，叶青青的人脉很广，保单直线上升，大钱也没少挣。叶青青在外面跑保险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
那个寻花问柳的丈夫。冯永大太好女人这一口了，两口子为这个没少打没少闹，甚至还闹过离婚。叶青青到底是有远见卓识的女人，这婚不能离，一旦离了，保险也就做不成了。假如她不是村长的媳妇，谁还能理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什么事情也没生。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那些爱打溜须的邻居，明里暗里没少给他吹风。村长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时常领些女人到他家谈事。叶青青心里头就压了一块大石头，直发毛。可自从那条极厉害的大狼狗牵回家里后，这种担心没有了，心里太有底了。这条大狼狗与其他狗不同，会自己解套，纵使你拴得再紧，用不了多大功夫就能把套给解开了。最让叶青青解气的是，那回他下到村民小组跑保险时，村里的寡妇最俊俏的女人杏花来了，被这条大狼狗残酷无情地将他扑倒后，就没命地往脸上掏，差点给这骚娘们毁了容。若不是村长冯永大及时赶到的话，怕是连命都没有了。这可真是一条好看家狗呀！若是没有他，村长冯永大说不上又能做出什么新花样了。这条大狼狗真就是太管用了。刚牵回家不久，就有两个小子琢磨着半夜要到村长家偷一把，刚刚跳进大院墙里，就被这条大狼狗掏个半死。假如没这条大狼狗的话，那天晚上村长和媳妇就危险了。瞧瞧，这样一个功臣式的大狼狗被人家毒死了，叶青青能不上火吗？叶青青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丈夫冯永大，因为这条狗的到来，委实耽误了村长冯永大好多美事儿。这条狗极有可能是被丈夫冯永大毒死的。叶青青像发疯了一样把冯永大好个打，边打边骂：“你个没良心的东西，肯定是你把大狼狗给毒死的。”冯永大就唧唧歪歪的吐出：“你看你，真是的，我再不是人，也不可能把自己家的狗毒死呀。再说了，一大早我就去镇里开新农村建设会议去了，直到吃完午饭才回来，根本没有作案机会和时间啊。”叶青青想想也是，就把丈夫排除在外。村长的媳妇叶青青发了狠，就是挖地3尺，也要把害死他家大狼狗的凶手挖出来。就在村长媳妇叶青青为找不到作案凶手急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张小柱颠颠的来了，安慰了一番之后，便神神秘秘的对村长和叶青青说：“我琢磨了半天，有3个人最可疑。第一个就是村委会会计老许。就在前几天，老许喝多了酒，恨恨地说，村长要撤了他，村长不让他好，他就不让村长好。你想想看，这小子是不是有这个作案的动机？第二个就是寡妇杏花，这娘们儿差一点被大狼狗给掏死，还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因此怀恨在心，就下手毒死大狼狗。再就是那个窝窝囊囊的苏小顺，前些日子他那个刚上学的讨小子不知深浅的逗大狼狗玩，就被大狼狗给扑倒了，险些丧命。别看这小子表面上老实巴交，3脚踹不出一个屁，背地里却太有道道了。这条大狼狗极有可能死在苏小顺的手里。听了张小柱这么一组合计，村长和媳妇叶青青也觉得挺有道理。村长的媳妇叶青青就把牙咬得山响，我肯定不能轻饶了这3个不是人的东西。村子里很快传出来了，毒死村长家大狼狗的嫌疑人是寡妇杏花和会计老许，还有窝窝囊囊的苏小顺。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村里人都重重地喘出一口气，总算是把毒死村长家狗的重点怀疑人确定下来了。要不全村人谁也脱不了干系，因为村里家养狗
唯独村长家的狗被人家毒死了，其他人家的狗还仍活蹦乱跳，能不让村长怀疑吗？会计老许第一个跑到村长冯永大的家里，想把自己摘个清楚。会计老许太认死理儿了，太不会脑筋急转弯了，连村长让他做假账他都不会，这让村长冯永大很不满意，就想把老许给替换下来。村长冯永大早就放出风要撤换老许，那是一箭双雕，假如老许若是能够有所领悟的话，就继续用他，假如老许死不悔改的话，必换无疑，不能让老许当绊脚石，影响村长大展宏图。也就是在村长考验他的时候，村长家的狗被毒死了，能不怀疑到老许的头上吗？老许真不会脑筋急转弯，就对村长的媳妇叶青青解释说，那天早晨吃过了早饭，我就跟村长到第5村民小组去了。故事讲完了，想听下一集的请点关注。欢迎关注老李说民间故事，老李每天会持续更新更精彩的民间故事。